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吧，娜娜。我想最后再看一看这片被永生改变、离兽战火的家园。我的母星，拉卡达。但你没有变，希纳迪亚。一位用结束文明来诠释不朽的梦想家，这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现在也是。听娜娜这样说，看来我刻意穿上严肃的服饰，想要装作更成熟一点来让人信服的方法，不太管用呀。的确不管用，因为什么都无法改变希纳迪亚。你已经尽了全力，无论是抗争还是联合大家停战，你做了很多。但我都失败了，娜娜，每一件事都是。所以我想带大家寻找一颗新的星星，重新开始，培育文明。你愿意帮我们离开这里，我很感激。我答应过会实现你的愿望，可是希纳迪亚，我必须再指出一次，只要踏出这颗星星，你生命的沙漏就会开始倒转，死亡正在走向你，你却无法回头。我都知道的，娜娜。这的确需要很多信念、勇气，还有爱，才能相信死亡会带给生命价值，相信死亡才是我们不朽的证明。生命旅途的终点，也可以是新生嫩芽接力的起点。我们会找到新的家园，勇气、希望，还有未来，会在一代代人手中传承。而这就是我为你诠释的不朽。我会过上有限的一生，被来不及填满的一生，以及拥有许多许多让我舍不得告别的朋友的一生。但是我不后悔。听到了吗，纳赫拉？你想要的答案，希纳迪亚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生命的确有终点，但前行的旅途才不会因此断绝。这是女武神前辈教会我们的事情。就像那个爱哭鬼赫利亚，也终会放下悲伤的过去，指引他人踏上传承之路。克拉丽，希纳迪亚在新的家园里实现不朽的传承了吗？他做到了。纳赫拉又出现了，又要开打了吗？克拉丽，救救！他的意识就快要消散，已经救不了你了。那谁来救救克拉丽？无需担心，我是不朽龙翼纳赫拉，希纳迪亚的友人，也是这片试炼地的缔造者。在试炼中予以你考验的是我部分力量的化身，它承载着我在这片静止之地的记忆。时间过得太久，记忆已开始模糊。小磊耶拉悲泣的话语令我陷入迷茫。他说，因为我让希纳迪亚美好的生命拥有了尽头，悲悼的暗影将会浸染落星每一处角落。在我的躯体化为希纳迪亚目前的石碑后，我的意识便在此长眠。但小磊耶拉因为希纳迪亚的离去非常伤心，无时无刻不守在石碑前自言自语。真有意思，神明有漫长生命，却学不会向前看，反倒是生命短暂的人类在不停地前往未来。他不想成为神明。在我们各自离去后，小磊耶拉才愿意吐露心声。漫长的时光让我关于希纳迪亚的记忆也渐渐远去，唯有小磊耶拉绝望的倾诉，影子逐渐失控的讯息，在我迷惘的意识里萦绕不绝。我开始疑惑，当我选择将希纳迪亚带离永生的拉卡达时，是否也将他渴望用传承带来的不朽一并葬送在一位绝望的神明投下的暗影之中？
所以我想看一看试炼者会作何抉择。唯独你，克拉丽，与我一样选择带着同伴离开一颗永生的星球。难怪我总觉得那些试炼很奇怪，那根本不是什么考验，全部都是你对生的困惑。你只是在提问，等待一个能让你接受的回答。克拉丽，如果你知道它寄予厚望的文明里比战火还要可怖的灾难依旧会发生，你还会将它带离那颗永生的星球吗？哼，你的问题听起来就像人会死，为什么还要活着一样荒谬。就算是绝望的灾难降临，你的友人希纳迪亚所期望的传承也没有断绝。最贪生怕死的小骗子，最穷困潦倒的打手，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少爷小姐，他们都愿意在灾难面前勇敢站出来，舍弃一切保护自己的家园。勇气、希望，还有希纳迪亚应该也会喜欢的烟火气，已经在洛星上生生不息。他的传承已经延伸到了更远的未来。他的确会喜欢烟火气。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光之外，希纳迪亚播下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他所愿，即使他种下的树木遭受狂风骤雨，也将屹立不倒，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用自己的力量将树木灌溉，使它枝繁叶茂，足以抵挡无尽的时光。这就是不朽，对吧？谢谢你，克拉丽。感谢你诚恳的回答。龙毅从不吝于回报。我想要送你一份礼物。虽然我的力量所剩无几，但还足够在这片静止之地保存你的意识。感觉如何？来劲了！等等，这就没了？你之前说的那些什么意识不朽、永生星球之类的力量呢？总不会是为了激将唬我的吧？我的一生漫长无际，与希纳迪亚共同生活的时光只是无穷汪洋里的一条溪流。可就是这样的瞬间，永远地改变了我对不朽的看法。而你，克拉丽，虽然你的生命短暂、渺小、不值一提，却能够消散我恒存的迷惘。你这话是在夸我吗？所以，人类当然可以用所行之事实现不朽。我认可你的回答。那你可不可以帮助克拉丽回到朋友身边？虽然她可以为了朋友的幸福选择死亡，但娜娜也想看到克拉丽吃威化饼、打游戏、晒太阳。娜娜想看到克拉丽幸福。娜娜，傻瓜。娜娜，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有人念起这个名字了。过来。你想起过去的记忆了吗？我的转世。我并非你的未来，而是你的过去。可是娜娜和你一点也不像。那么，这样呢？在我将余命埋葬于石碑之后，不知何时起，静止之地中多出了一颗新生的龙蛋。那就是你，娜娜。你也是不朽龙翼，纳赫拉。娜娜也会像你一样强大吗？娜娜看到了纳赫拉过去的记忆。雏鸟在翠色的山林里学会第一次起飞，哗啦啦的河流顺着红色的砂岩奔跑，孩子们的脚丫踏在花海里，城市在建立，夜空中开了漂亮的花，是烟火。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后续，是希纳迪亚创造的文明写下的不朽。克拉丽，你的龙灵命气已经破碎，我只能将你的意识寄宿在娜娜身上。你可以和她一起离开这片静止之地，前往瑞木的高塔，帮我去看一看小蕾耶拉。这里竟然与蕾耶拉的高塔相连，搞了半天，原来我的意识还是在寻梦者系统里面啊。是利托斯特最先找到了这里，他说
我们的小蕾耶拉不愿意选定新的骑士，但实数战争的胜者若因此死于塔中太过荒诞，他求我唤起圣者们求生的意志，赐予不朽。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太过心善。出于我们为数不多的同心情谊，我看在希纳迪亚的面子上答应了他。啊，利托斯特还真是总能直击人心。但我没有按时见到第33位圣者，也许久没听到利托斯特的脚步，这不符合他准时准点来麻烦我的作风。或许事情已经严重到利托斯特也无法为小蕾耶拉摆平。绝望的孩子将用暗影吞噬整颗星球，可我无法陪在他身旁。神明的绝罚将侵染世间万物，星星的旅途也归于尽头。即使神明的子民愿为他挺身而出，影子也终会淹没整颗星球，没人能够阻挡。蕾耶拉能造成的后果，恐怕就是当年近乎毁灭洛星的大隐灾。如果大隐灾真的爆发，大家都会被卷入危险中。我必须快点去告诉赫利亚他们。哼，既然人无法阻挡神明的绝罚，那就交给大魔王如何？向一位神明发起挑战，这多不朽！还有娜娜会帮助克拉丽。娜赫拉，我想和克拉丽一起冒险，就像你陪伴着希纳迪亚一样，我也想要去外面看看，可以吗？我只是留在过去的意识。你与我不同，你会拥有崭新的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践行不朽的命理。既然你们愿意直面神明灭世的绝境，克拉丽，请你收下这个。只是比起礼物，这可能更像一份诅咒。这是我最后的力量，也是龙翼的传承。克拉丽，我请求你对我们孤独的孩子施以援手，勿让他坠入永恒的黑暗，让他所爱着的星星得以在新生中重归不朽。克拉丽，娜赫拉消失了，天空也变成了最开始的模样。这片龙鳞是娜赫拉的力量，为什么他称之为诅咒？我们走吧，克拉丽。你的意识寄宿在娜娜的身体上，很安全。你可以将龙鳞当成装饰。你不是最想见赫利亚了吗？说不定我们能吓他一跳呢。的确要先去查看蕾耶拉的状况，如果蕾耶拉真的即将失控，我们得想办法提前阻止。那我们远远的看一眼蕾耶拉就立刻离开，好不好？怎么了？要是蕾耶拉真的生气了，你打不过她。克拉丽只是寄宿在娜娜身体上的意识，能力有限。如果你遇到危险，把好不容易找回的意识再毁灭一次，你会死的。真是个傻瓜。娜娜，还记得你问我既然怕死，为什么还要挡在他前面吗？因为那是你下意识的举动，你不清楚后果，也没有深思熟虑过。可是，就算让我再选一次，让我事先知道只要迈出脚步就真的会死，我还是会冲上去为那个笨蛋挡下一剑。因为我的生命很重要，我要用它做值得的事。那的确是下意识的举动，因为它就是我心中最真实的答案，是我千千万万遍的回答。克拉丽，其实那片龙鳞是为了……